宝宝，你还是先和我回轮回峰吧。随着五行之地之行的结束，方寒打算将星云宝宝带回轮回峰，通过炼化送唯一的金丹助其突破境界，是想将群星门进一步绑在自己的阵营上。然而，当他快要抵达羽化门时，却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只见羽化群山之上，无数白云如潮水般向一座山峰汇聚，又吐出，气势磅礴，仿佛一头太古凶兽正在吐内天地。眼一眼认出这惊人的景象，正是鲲鹏吐纳，吞长河而吐大海。羽化门内，孟少白山峰之上，那宛如太古凶兽般的惊人吐纳景象，引起了方寒语言的深思。言断定，这必然是孟少白借用了传闻中远古魔尊的魔胎寄生诀，成功寄居了鲲鹏，方才拥有如此骇人的元气掠夺力。尽管孟少白气势如虹，方寒却丝毫不以为意。在五行之地连斩太一门金丹高手的经历，已让他练就了一颗无敌的道心。对于孟少白的挑战，方寒打算在即将到来的山河榜大赛上当众将其击败，彻底摧毁其信心，而非现在鲁莽行事。回到轮回峰，方寒发现丹房内的地火精华大多被孟少白汲取，导致魔女和红衣郡主炼化妖神手掌的进度受阻。方寒当机立断，决定先布置护山大阵，以绝后患。他先是祭出从次月到处夺得的偃月剑阵，81口上品宝器飞剑化作千轮明月，将轮回峰笼罩其中。随后又以黄泉圣水洗刷万鬼令旗，将其重新炼制为守山聚灵神阵。方寒的一系列动作动静极大，瞬息间剑气冲天，千轮明月异象震动了羽化门群峰。此时正聚集在百战真人山峰上的各路真传弟子与长老们，也被这凌厉的剑气所惊动，纷纷议论起孟少白与方寒之间即将爆发的冲突。百战真人自持修成百战玄功，在庞静关两强相争，却不料方寒刚一回归，便以如此强横的阵法手段，宣告了自己的强势崛起。方寒此番炼制法宝引发的震动，彻底震撼了羽化门全山。当偃月剑阵的千轮明月与万鬼令旗改造而成的聚灵阵交相辉映，展现出惊人的防御与杀伐之威时，不仅百战真人等真传弟子惊诧于阵法的来源与威力，连隐藏在羽化天宫中的各位大长老也纷纷现身观望。尤其是方寒利用盘五大力神通的法门，将鬼帝的万鬼令旗尽数洗去魔气，转化为聚灵大阵，这等化腐朽为神奇的手段，让一众修道有成的长老都瞠目结舌。然而，更令人窒息的一幕还在后头。方寒为炼化那坨顽固的妖神血肉，毫不避讳地祭出了自己的本命符箓。随着那道符箓腾空，55种大神通凝练而成的恐怖气息，瞬间引动天地异象，空中赞美之声不绝于耳，宛如仙降。迦兰师生惊呼，点出其神通数量，令玄铁真人等弟子自惭形秽。连万罗都在这股浩瀚的威压下感到深深的绝望。他意识到，即便自爆金丹，也绝难伤及这道承载着55种神通的本命符箓分毫。天行长老见此情形，也不禁大失仪态，直言这是成仙的前置。至此，原本声势遮盖日月的孟少白，其吐纳气息被彻底压制，位居中央，悬浮着9宫金塔的天都峰，在方寒的轮回峰面前，竟显得黯然失色。方寒随即通过传音，泰然自若地向全门派同门宣告了自己在蛮荒神庙的收获。他直言，除诛仙道外，次月道、灭星道及鬼帝尽皆伏诛，不仅展示了其横扫强敌的实力，更借此邀请众人在轮回峰一聚。这一举动无疑是在羽化门内正式树立了自己无可撼动的威严。方寒这一连串惊世骇俗的壮举，在羽化门内引发了滔天震动。随着方寒当众宣告斩杀次月道、灭星道与鬼帝的惊人战绩，羽化门内那些原本还心存轻视或准备找麻烦的长老们，如大长老金日烈，无不被方寒展现的恐怖实力吓得冷汗直流，心中对门派未来掌门之争的局势产生了彻底的动摇。羽化天宫内，多位大长老开始重新审视方寒，意识到华天都的地位已不再稳固，羽化门的格局正因方寒的强势崛起而发生巨变。为了进一步加固地位，方寒在轮回峰上演了令全门目瞪口呆的一幕。他催动青帝木皇宫，以本命符箓之能化作青色雷云，顷刻间将原本贫瘠的药田催化为生机盎然的灵草圣地。大批人参、灵芝等灵药竟在短短时间内吸收青色雨水后纷纷成精，散发出阵阵宝光。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段，配合着2座严密守护的绝世大阵，将轮回峰瞬间打造成了令内门弟子向往不已的洞天福地，彻底震慑了全门弟子与长老，令所有人意识到方寒已非寻常弟子，而是真正具备了争夺掌门的资本。面对如此声势，孟少白终于打破沉默，以狂傲姿态隔空喊话，声称1个月后炼成天地法相必将讨教。方寒对此毫无惧色，当众揭破其魔胎寄生诀与鲲鹏的底细，并定下月后一战之约。
方寒心中冷笑，他此番造势既是为了压制孟少白，也是为了在羽化门内建立威信，让宗门长老意识到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从而在接下来的利益博弈中为自己争取到足够的战略纵深。孟少白收敛气息回山闭关，而轮回峰在方寒的经营下，已隐然成为了羽化门内一股足以与天都峰分庭抗礼的强悍势力，各方势力都在观望这场即将到来的巅峰对决。方寒语言对孟少白的反常忍耐洞若观火，深知这是对手在借极致的压抑积蓄杀意，试图将鲲鹏的生命精华与天地法相合二为一。然而方寒对此并不畏惧，反而以此为契机，加速轮回峰的底蕴积累。在他的元气灌顶与指引下，红衣郡主与鹤仙子成功踏入神通秘境，鹤仙子更是在蜕变中展现出强大的法力潜力。星云宝宝则在参悟灭星道的众星无极书后，突破至阴阳境，并意外揭示了这门神通极可能源自遥远星空深处的超级大派无极星宫。这段插曲让方寒更加警惕，他明白玄黄大世界外仍有浩瀚的未知世界与万古巨头，修行的道路远比想象中复杂。为了迎接1月后的巅峰之战，方寒将目光投向了斩杀赵玄一所得的战利品6目封神杯及其金丹。在深入参悟中，方寒发现了一个颠覆性的秘密：赵玄一的本命金丹并非以传统的5行元气为骨架，而是以一门名为封神大法的奇功，通过采集虚空中极其罕见的6种元气，祭炼6腑而成。这一发现为方寒开启了全新的修行视角：5行元气炼5脏，6目封神入6腑。即便方寒的识海暂时无法直接融合这枚金丹，他依然凭借强大到极致的本命符箓，迅速掌握了封神大法的观想摄神之术，引神秘元气入体。随着封神元气与5脏的5行之气开始纠缠蜕变，方寒不仅身体力量进一步凝练，对长生秘境的感悟也愈发清晰，为1月后的决战奠定了深不可测的根基。方寒在闭关苦修中初窥封神大法门境，这门超越了传统5行修炼体系的奇术，让他隐隐触碰到了人体脏腑与天地元气共鸣的奥秘。虽离大成上有甲子苦功，却也让他对自身力量的理解产生了质的飞跃。6枚封神杯在汲取了一丝封神元气后，终于被他成功降服。那6只神秘的眼眸化为他观察天地与克敌的利器，连身为器灵的炎对此都颇为忌惮。随着时光流逝，方寒在轮回峰上每日引星辰之力淬炼神通，将这处贫瘠山峰彻底转化为洞天福地。然而他心中始终笼罩着一层阴云。按照常理，太乙门痛师2名金丹弟子绝不会善罢甘休，但门派内部竟出奇的平静，这反常的冷清让他敏锐地察觉到背后定有大诡谲，只是他无从得知那场发生在星空深处的恐怖交锋。在羽化门最隐秘的禁地，一场决定门派命运的密会正在进行。掌教风白羽与天行长老，以及久不露面的万古巨头江柔柔等绝世高手齐聚一堂。风白羽亲口道出的一则消息，令满座长老皆为之震悚。太乙门的太皇天，那尊足以捏碎星辰的传说极巨头，竟曾因方寒而亲自动手，试图将其抹杀于虚空之中，却被5行之地那位被镇压了数十万年的远古魔尊所阻。这场针对方寒的刺杀，其背后并非仅仅因为金丹弟子的性命，而是因为方寒无意中充当了远古魔尊的棋子，破坏了太乙门在5行之地蓄谋已久的重大计划。太乙门的诡异沉默，实则是因太皇天的出手落败而产生了深深顾忌。这一局面竟使得方寒暂时置身于风暴之眼。而此时的方寒正沉浸在对众星无极书与盘武大力神通的参悟中，满怀信心地等待着1个月后那场与孟少白的生死决战。羽化门高层于神秘时空召开了秘密会议，商讨方寒斩杀太乙门金丹弟子一事引发的震荡。如意子作为华天都的坚定支持者，出于维护华天都利益及避免与太乙门开战的考量，极力主张驱逐方寒，甚至觊觎其身上的黄泉图与绝品道器，认为牺牲方寒一人可换取门派安稳。然而这一提议遭到了天行长老、江柔柔及药王长老的坚决抵制。药王长老更直言方寒的青帝木皇宫与炼丹手段对羽化门的发展至关重要，是无法割舍的战略资源。掌教风白羽在会议中最终拍板，言辞否决了驱逐方寒的建议。他不仅肯定了方寒在5行之地展现的灵活性与资源整合能力，更向众长老披露了一项重磅消息：群星门已明确表态，若羽化门无法庇护方寒，群星门将不惜代价将其收为义子。方寒通过与星云宝宝的深度捆绑，实际上已将羽化门与群星门的利益隐秘地交织在一起。面对如意子关于牺牲方寒以换取太乙门对华天都支持的阴毒计谋，风白羽祭出了最终筹码——电母转世方清雪。他强调，方清雪的修行进度远超常人，且牵系着羽化门太上长老能否飞升仙界的关键，方清雪绝不容失。
最终，风白羽一锤定音，明确羽化门将不惜一切代价力保方寒，并表示若太一门因此拒绝为华天都提供修炼仙器，门派将动用太上长老的底蕴弥补华天都的损失。这场涉及门派最高层博弈的会议，不仅确立了方寒在羽化门不可动摇的地位，也为接下来的仙道大事定下了基调。方寒在轮回峰上苦心钻研封神大法与五行阵理，同时利用黄泉图汲取星辰之力，巩固根基，静待与孟少白一战的到来。在此期间，方清雪造访轮回峰，双方达成了互惠互利的交易。方寒以珍贵的忘情水换取了上古雷帝遗留的绝品灵丹雷骨舍利，同时以4个月后的100万枚元婴丹为报酬，请方清雪利用其雷电炼形大法替红衣郡主鹤仙子及星云宝宝洗髓法骨，并预定在紫殿峰培育灵药的协助。方清雪以道气不灭电符展现出极强的雷法造诣，瞬息间便将方寒的3名心腹带走，以施加雷炼，其手段之高超令严都为之侧目。送走方清雪后，方寒迫不及待地服下了雷骨舍利。这枚丹药药力极度霸道，化作滚滚雷霆在其体内奔腾，瞬间将方寒化作一个人形闪电，所过之处万物交融。方寒强忍剧痛，凭借5帝大魔神通练就的阎罗金身对抗这股狂暴力量，试图将全身骨骼转化为传说中的雷电神骨。尽管炼丹开销巨大，导致其元婴丹储备陷入预支状态，但方寒深知此举的价值。若能借此炼成雷骨，他不仅能在雷法这一万法之手上获得突破，更能极大增强肉身的承载上限。此时的羽化门表面平静，实则暗流涌动。方寒在不断巩固自身实力的同时，也在为应对即将到来的风暴布局。而那愈发激烈的修炼波动，正让他在真传弟子与长老们的眼中变得愈发深不可测。在成功炼化雷骨舍利后，方寒的肉身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蜕变，全身骨骼转化为坚不可摧、蕴含撕裂雷霆之力的雷电神骨。不仅如此，他每一寸毛孔深处都仿佛凝练了一个微小的雷霆世界，彻底化身为能够与雷霆沟通的圣灵之体，寿元大增至3000年。这一肉身造化，令他在应对神通9重强者的压力时，多了一层无可替代的保障。正当方寒意气风发之际，远处孟少白的山峰终于爆发出一股令天地战栗的力量。在那庞大气息的凝结中，一道长有6只洁白元气羽翼、脚踏水云的庞大身影屹立虚空，正是孟少白融合鲲鹏元能后修成的鲲鹏天地法相。随着羽翼扇动，天地间的风元素皆被其主宰，甚至强行夺取了周围真传弟子的御空权。孟少白以鲲鹏法相掀起万千风魔，试图以飓风之力撼动轮回峰。方寒泰然处之，随手催动偃月剑阵，千轮明月升腾，剑气如霜，瞬间将孟少白的狂风魔斩碎，强势平息了这一波凌厉的示威。面对这一幕，方寒不再隐忍，凌空飞起，声如雷霆，直指孟少白：“你既然想战，那便今日上天行台，生死一决，痛快分晓！”孟少白此刻法相大成，正处于战役巅峰，狂傲应战，是要以无声剑斩杀方寒祭剑。一场足以震动整个羽化门，甚至影响未来掌门之争的巅峰对决，瞬间拉开了序幕。在万众瞩目的天行台上，方寒与孟少白之间拉开了一场决定未来掌门大位争夺资格的龙争虎斗。台下，天行长老、如意子与江柔柔等绝世高手静默观战，紫殿峰上方清雪白衣如雪，静观这一局。方寒敏锐地捕捉到了如意子投来的冷冽杀意，但他并未乱了阵脚，而是瞬间将心中酝酿的百般阴谋收敛，转而将全部战意倾注在孟少白身上。孟少白虽然收敛了天地法相，但其举手投足间引动天地元气塌陷的恐怖气场，令在场的高手都暗自心惊。战斗一触即发，方寒率先祭出魔刀血苍穹，一式千魔斩激荡气流，试图封锁孟少白的操风之能。然而，孟少白凭借鲲鹏法相赋予的极致速度，刹那间跨越了时空距离，无声无息的一剑径直刺方寒头颅。就在孟少白以为得手之际，方寒的身体随之溃散，取而代之的是一枚散发着滔天法力的金丹。在金丹即将自爆的巨大压迫感下，孟少白仓促回撤。这一瞬的变故，正是方寒苦心谋划的诡诈之局。那枚金丹不过是障眼法，真正的杀招在于方寒早已埋伏在暗处的射星剑。伴随着一声轻笑，无穷星辰之力如天幕般降下，将孟少白死死锁定。方寒这惊心动魄的连环计，以诈败诱敌，再以雷霆杀招逼近对方要害，其手段之诡辩，心思之缜密，令看台上的如意子与天行长老等人皆为之动容。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方寒的诡谋布局正将这位融合了鲲鹏元能的绝世天才一步步带入绝境。